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云飞。今天我的这个华为 MatePad 11.5S 灵动版它到了1899啊，大家都说这个性价比超级的高，但之后又说性能阉割的比较多，所以我们今天也刚好可以赶上一个首发的开箱，今天拍完，今天马上就发，所以我们现在走着开箱走起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开箱，这个还是我的一个粉丝抢到的，然后出给我的。以我这个时间，我是没有抢到的。当时在问大家投票，然后想买的时候已经买不到了，就是这么夸张啊。然后这个盒子有点嘿，华为 MatePad 15.S 灵动款，它就是这样一个版本。整体的包装是比较朴素的。然后我们上面现在正在拍摄的是小米的14 Ultra 啊，然后这边在监看的是小米的平板6S Pro 啊，到时候开完箱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一点的这个测评，然后后面再来对比小米的平板。好，其实整个手感，我靠，手感是蛮好的啊，金属一体的这个机身。下方它是有3个触点，它是可以直接连接键盘的。那后面一个摄像头，整体的质感我可以说比红米那个肯定是好很多的。然后比小米这个，我感觉，它这个感觉也是比小米的这个会好一点。就外观来说啊，我们先不管里面的啊，然后扬声器，好，它是送了一个，它是一个22瓦的充电器，但是后面据说是可以支持66瓦的一个快充啊。A 口的，然后这也是 A 到 C 的一个数据线，其他的应该就是没有了，没有其他的东西了。我们现在来开一下机，直接点亮啊。好，华为。鸿蒙 OS。开启。WPS PC， 好，一开始开机它是有一點點卡的啊，在这边，然后它一来就有一个新的版本可以安装，我们可以下载，先给它换到新的版本上去啊。不得不说，它这个动画是非常的流畅的啊。等它更新一下啊，下载了9%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刷新率、智能，有些比应用专区1000瓦。动画我感觉是蛮丝滑的啊。就是性能确实一般，然后广告推荐有点多，这个怎么关掉？天生绘画需要自己去应用商店下载一下，它并不是内置的一个应用啊。这个我也买了第3代的笔，但是现在还没到，等到了给大家实际的用一下。这个应该是会放在完整的这个测评里面去给大家看。有一说一，它这个 WiFi 是不是有点慢呀？它这个下载速度只有1兆。我们先别管别的，我们直接用小米的来试一下。好像抢网络抢不过小米14啊。小米14一上来，它这个网络只有90多 K 了，不太明白啊。它现在是一个工作台模式吗？它也不是吧。你看这一点至少比那个小米平板6的好，小米平板6S 都好。你看它至少这些小窗它不会滞后那么多，对吧？
小米平板 6S 它是滞后很多的，所以看起来就很奇怪。这里就不得不把小米平板 6S Pro 之前我那个测评里面拍摄的素材放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一对比就知道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啊。所以说这一块小米平板是真的做的不行啊，甚至连人家这个1899的平板的这个体验都到不了，就是这个小窗的这一个模式。好，现在在升级新系统了啊。好 ，OK 了，这是它的新版本。说实话，其实现在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哔哩哔哩啊，看一下它是不是有这个 HDR， 因为我的平板 6S Pro 它是没有的，它也是没有 HDR 的。那我就平衡了。还是优雅很多的啊，相比于小米来说。那我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，它可以打开多少个应用。我这些应用都是没有开过的啊，可以明显感觉到它打开这些应用的速度，它不是很快啊。WPS Office， 然后 PC 版。它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界面？刚才是遇到了一个小小的 bug， 我感觉这个生态会比小米的好很多诶。小米的它打开来还是这样子，我觉得正常人应该都会觉得华为的这个会好一点。而且是好很多。那我们就直接把淘宝给关掉，让大家来看一下。打开淘宝，打开淘宝。那它是这样一个情况。这个还真是差别有点大啊。这边是明显是给平板进行了专门的这个优化，当然它这边显示的是我这个购买的一些记录。你看这个就是我百亿补贴买的这个笔啊，是有点不一样，而且内容的话这边是明显会更多的。但京东这边京东它也优化了，京东这边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，比如说我们把它给关掉，然后京东，那它就是这样一个区别。它这里会弹一个别的东西，它就是分左右的嘛。然后小米它这个就是直接这样子，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边其实实际显示的内容它是一样的，这边甚至还更多一点。我目前就只有这么多应用，然后我们来试一下。开，它是没掉；开，它也没掉，但是会有一点卡了。现在，开，我靠，可以的呀。这个哔哩哔哩它掉了，重新加载了一下这个界面，小红书。小红书它其实也是掉了。宝宝巴士，快乐启蒙。它也是没问题。华为，我觉得这个效果挺好的耶。华为，而且就这么一个 CPU， 但是还是进哪个？进安兔兔。进安兔兔它这个
有的时候会识别不了，比如说而且会有一点点，现在的话还是有 bug 啊，你看100%触发啊，就是它还是有 bug。那现在是个什么状态？bug 了，或者说目前的这个，然后我们用安兔兔来跑一下这个分啊，你看现在是100%触发啊，就是它会有 bug。开始看看它能跑到一个什么分数。整体跑分是617095啊，然后这个温度有点奇怪，它反而还下降了3度啊，我感觉有可能是它整体压根就不烫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前提啊，小米平板6 Pro 用骁龙8加处理器的，能跑到100多万分的。它是价格也跟它差不多，所以怎么选择就看你自己啊。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参考啊。帧率的话，目前只能开到高，应该是60帧，然后分辨率可以开到超高。然后画面总质量我们就选一个高清嘛，然后这些也不开了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实际的一个效果。王者荣耀测试60帧还算比较稳，只会偶尔的那个掉一点点啊，当然也就这个性能，然后这个释放我觉得也不出所料。今天我们这个快速开箱，然后中间测试了它应用的一个流畅度，后面我也跑了个分，然后打了几把王者。我个人感觉啊，就这个价格而言，它这个质感是挺好的，它质感确实蛮不错的啊。然后整体这个手感也挺好，就是这个性能方面它肯定是比较弱的，但是配合鸿蒙这个系统，我个人感觉，它这个流畅度在我们使用日常的应用里面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就是如果你需要打游戏的话，你还是买更好的一个版本，我个人感觉会好一些。但如果你只需要用日常的这些软件，然后用这个天生绘画，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你追求极致的性价比，而且比较认可华为的这个生态的话，你可以冲这个。但是如果你会犹豫的话，你还是可以等等我后面的一个详细的测评，然后我后面也会和小米的平板它做一个对比，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开箱的一个视频就这么结束了啊，算是比较片面的，简单的用了一下，让大家知道除了那些推广之外，它真实的一个使用情况是怎么样的。当然它的这个性能是比较差的啊，我们通过这个跑分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性能非常一般。其他方面看我详细测评。那我们下一节目再见，记得关注一下。那我们拜拜。